少林寺总教头下手实在太狠，一拳爆肝打断韩国拳王8根肋骨，一脚爆头干碎印度拳王的头盖骨。自从武僧一龙被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将 KO 之后，又被爆出找外国大学生打假赛，一时间国内外的媒体都对一龙发出谴责，国外的网友开始质疑少林功夫的真实性，甚至辱骂中国人没有武德，不配出现在国际擂台上。少林功夫的脸算是彻底被他丢尽。面对这些质疑和谩骂声，嵩山少林寺的武僧谢维终于下山，要为中国功夫证明他是少林寺最年轻的总教头。3岁习武，天赋异禀加上优异的表现，18岁就被老方丈授予总教头的名号。为了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他下山走进了国际擂台上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不管何方人物都在他手中撑不过一回合。有这样一个韩国不败拳王金大焕，他在擂台上面对中国选手时，指着小伙的鼻子大骂东亚病夫，谢维就让他见识一下少林功夫的真实性。比赛开始，黑红短裤谢维因为从小练习少林功夫，所以他非常擅长站立打击。打了一个后手拳，金大焕漂亮漂亮，近居还有一个白肘，漂亮，回的武器库相当的丰富啊。控腿把对手带到笼边后，谢维在万冠军赛场上的这种灵活性、从容度越来越好了。多了。康凯是不是在？对，有可能啊，有可能，他可能会留在新加坡啊。是，控腿。谢维呢？刚才那一下自己脚下有一些打滑，谢维这个把位还是比较危险的，不能被对手过多的缠抱，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挣脱现在的把位。双方现在纠缠到了围拢边，这个金大焕的年龄比谢维大了整整10岁，在经验上肯定是非常丰富的，所以这时候谢维在逃脱的过程中也显得非常谨慎，头部被金大焕死死控制，双方僵持在这个把位上。是，这位置不好，谢维要往后倒。谢维呢刚才没有往后倒，他往自己左后侧倒一下，这样呢把脖子这边能够稍微松出一点角度的。金大焕放掉了，他累了，金大焕也累了，打摔在地。金大焕的核心力量相当不错，现在处在一个侧向压制当中。金大焕并且把自己肩部上面的所有力量和重心都压在了谢维身上。那么这么来看的话，谢维要想脱身，必须要找到一次。经过两人的一番纠缠下，谢维最终还是将对手按在了地面上，占据到了上位。不过谢维哈在地面上虽然不会落于下风，但也不会占到太多的便宜，因为金大焕的地面防守也很强，再加上谢维不是一个摔跤手，他在地面上不会有太多的进展，还是要想办法回到他擅长的站立打击。不过金大焕学聪明了，他就躺在地面上不站起身，再站立。也可能会提醒金大焕，如果地面没有更多的进攻动作的话，请起身。是。谢维呢这时候拳头上面也保持威胁，这时候你注意力不能松，你一松的话呢，我直接身体往下一压，拳头就砸进来了。没错，谢维不妨呢把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下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个，把对方的单腿拉向一边，瞬间切入做一个击打，做得不错，相当的漂亮。第二回合谢维找准时机，也是重拳砸击，站立上逼得很紧。金大焕现在还是防守阶段，他现在基本都没有主动进攻的动作。谢维掌控着比赛的主动权。金大焕是韩国当地实力很强的两栖选手，不管是站立还是地面都很强。长得不高，但是看上去非常精悍，矮小精悍形容他再好不过。挡对手的身位，这是一位挺难对付的对手。多的有效拳，击扫，争取拼出一组一二，能够完全打中对手。场边在提醒谢维多用前置后摆这个组合技术，漂亮。现在要说放的对，小你的感觉，对用的前侧前，上身的晃动，左转前侧，左转。好的，漂亮，直接把对方扫的原地转了360度。谢维前手拳开路，随后连续的组合进攻，
后手摆拳直接将对手打晃。金大焕现在倍感压力，他被谢维接连不断的压制下显得很被动，但他一时间也没有找到应对的办法。谢维在站立上的表现确实很精彩，他之前的 KO 全部都是站立 KO 对手，不过在地面上也能打出不错的效果。掐住对方的一边单腿，金大焕呢这段时间打得比较保守一些。漂亮漂亮漂亮，前手打进去之后，后手的上勾跟进来。在对方的如此严密的防守之下，谢维还能够打进对方的内围，相当的不容易啊。但是你论战力的话，谢维打的要比对手好。没错，谢维打得干净，是漂亮，又是这下膝撞把对方顶回去。第一拳打得本来就很好，迎击的这一下膝撞也相当的漂亮。漂亮，前手刺拳，双方相互的换拳，金大焕再被动下去的话，就一定会输掉比赛，所以他就想积极的进攻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尽管如此，谢维在进攻的过程中也一定做好防守，毕竟金大焕的也是韩国的不败拳王，号称不倒翁，从来没有被 KO 过。看看谢维这场比赛会不会打穿他。说在场面扣那看你心里，对，能不行啊？打出一些后手拳，是漂亮，倒了，要结束了，连续击打，谢维准备收比赛，金大焕，谢维可以准备收比赛了。金大焕的防守已经被破防了金大焕也够硬啊，谢维，这个很好的机会，还有继续跟进，不要看再关注比赛。比赛时间到了，可惜这回第3回合开始了，上回合就已经接近 KO 了，但还是被金大焕强撑了下来。不过这回合他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他很快就被谢维所压制，重拳还有跳膝通通奉上，给金大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。能不能迎来他的第8次 KO 终结？谢维，金大焕又站，没错，这脖子太硬了，确实这个肌肉啊不是白练，抗击打能力太强了，而他颌面关节也相当结实，是有分寸的打。爆杆拳，再安全，比赛结束了，谢维赢了。爆杆拳，哇，好潇洒，把自己的护手往旁边一甩，接着给爷接着。谢维直接强势终结对手，爆杆拳太狠了，谢维重拳的爆发力很强。第2场谢维的对手名叫阿加萨，这一位可是摔跤狂魔，上来目的明确的直接爆摔，好在谢维很好的防范了。这场比赛就是摔与防摔的较量，从对手这么急切的爆摔中就能看出，他完全没有站立上的训练，非常执着的想要爆摔。不过这场比赛他要失望了，谢维赛前针对他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。把对手撂倒之后呢，在对方地面时那一拳打得也够准，不错。还是尝试下潜抱单腿，是谢维防摔做得不错，这下躲掉了，再逃，再转过身来，被对方压向笼边。厉害厉害！要真得说阿加萨的一个摔跤能力是很棒啊。阿加萨瞬间的一个重心下沉，再次放力，谢维坐在阿加萨身上，再转过来。谢维刚才的这下逃的动作非常高级，没错，漂亮漂亮，连续的打拳，阿加萨危险。双方重新回到了站立，刚才那一波逃脱真是危险至极，谢维的反应很快。现在首回合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程，而阿加萨的爆摔一点进展都没有，反而是在爆摔的过程中被谢维命中很多点数，整个人被拳头打得非常狼狈。现在谢维还是掌控比赛的主动权，步伐牢牢的逼近对手。谢维今天呢可以不摔你阿加萨，但是你阿加萨肯定没那么容易摔倒我，就是哪怕摔倒我呢，他不是进攻的终结，你靠摔把对方给摔赢了啊，这个是做不到的。又是一个地面的膝撞，不错，厉害！瞬间的下压弹腿，再次躲开而且有一个断头的位置。他的比赛计划很明确，对方有对方的优势，而且谢维呢理解对方的优势。第2回合，在经过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后，对手再次的下潜抱摔，不过结果还是没有成功。他真是一点站立上的打击都没有，如果不抱摔的话，也是被谢维牵着鼻子走。但是一直抱摔的话，也没有一次成功的，所以他现在的局势就是进退两难。谢维的战术还是很成功的，
就是不跟对手进入地面。看接下来的时间，阿加萨会如何应对呢？自己下潜抱摔的尝试，应该也感觉到上一回合那样的打法呢太消耗，而且回报很低。没错，尤其是摔这样的一个这么擅长打摔柔的选手。是漂漂亮啊！提膝漂亮，对面闪的也精彩。我感觉阿加萨是要做下潜抱摔。阿加萨的额头。第2回合结束了，阿加萨的额头已经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伤口。最终医生检查他没有作战能力了，所以裁判就直接终止了比赛。恭喜谢维 TKO 对手获胜，打得非常精彩。大家觉得谢维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你在比赛的终结时候打中了一个飞膝，你觉不觉得你有击中你的对手？在飞膝的时候我感觉有击中，因为我的膝盖有点疼，但我没想到然后有这个方式终结比赛。